大家好，我是大伟。男人最怕的一件事呢，就是交枪太快啊，对方还没到这个点上，你啪一下，直接交枪投降了。这是一件对男人自信心打击非常大的事。但是你会发现，随着年纪的增长你的敏感度会越来越高。有些朋友他这个时间就是短，很难去进行延长。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你不够了解自己的身体，你没有掌握一套正确的方法去进行。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自由的掌控时间。换句话来说，今天我给你分享的这个内容，你只要把理论搞懂了，然后用我的方法运用到实践上，你就能够自由的掌控时间的长短，而且是完全由自己去支配你能控制住它。但是有一个前提，你只要是能立得起来这个是一个大前提。如果你立不起来，我们后面会讲一些方法那咱们今天先讲一下怎么样去降低我们的一个敏感度。这里呢，先给大家讲一下理论。我相信大家很多朋友都有这方面的经历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这个经历会更多。就是因为年轻人他经验比较少，他会蛮干，有些时候就特别的快。这个时候呢，他又不想出来怎么办呢？他大脑中就会去想一些大量的一些和这件事毫无关系的一些画面，从而他知道这样降低我的注意力，似乎我就不容易出来了，是吧？其实你看这里重点来了，第一个降低注意力这里呢，为什么我们说第一个非常重要因为它和我们今天讲的方法擦边了，但是它没有完全的掌握这个方法的精髓我给大家来一个小道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小泡泡轴，中间有个通道，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下面和头脑之间传达的一个神经信号神经信号。那么我们要知道，你所有的信号，包括触感、感受包括痛感，都是由这个神经通道去传达给大脑的。那么大脑识别了这个信号以后才会产生这种疼痛快感难受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个神经通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大家看这个，我们假设当你只进行运动的时候它产生快感，这个快感哗进来，把整个通道全部塞满，是不是？这个时候呢，你大脑只能感受到这个快感，对不对？但是呢，怎么样去降低你的敏感度呢？那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信号口给它缩窄就行了。缩窄的方法是什么我告诉大家，第一个，学会发力很多人他的发力是不对的，他就是完全就是跟着自己的喜好来。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小腹让我们的骨盆做一个什么呢你看往前就是做骨盆后倾，反复的你看把我们的骨盆快速的做一个骨盆后倾，反复的去做。这个时候你是用我们的肌肉去发力，然后你会发现，当我们肌肉开始完全参与的时候，这个神经通道还是这么大，但是你的肌肉的参与的感觉会占定空间，对不对？是不是变相的开始压缩你的快感的信号了？好了，现在重点来了，我们既然要完成这个送胯的动作，那我们就尽可能的让更多的肌肉参与进去，这样的话呢，就能让我们的肌肉的一个感知力增加，从而降低我们下面的一个敏感度。那么做这个送胯的动作有哪些肌肉可以参与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腹直肌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骨盆往前你看做一个骨盆后倾。第二个是哪块肌肉呢？就是我们的臀大肌大家做的时候大腿往外给大家用这个小人展现一下这个姿势大腿往外微微下蹲，类似于一个扎马步的姿势大家看这个小人偶腿一定要记住了，腿要往外往外打开，这样往外打开然后呢，身体重心要往下这个时候呢，你的大腿包括我们的这个臀大肌都在持续的发力。在进行送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是什么呢？就骨盆后倾用我们的腹部加我们臀部的力量，让我们整个下面送入进去这个时候呢，你是让你的参与的肌肉尽可能的变多了。大家日常可以去练习一下这个姿势，去找一下这个肌肉发力的感觉。这个时候呢，本来一个神经通道它就这么大，
然后呢，由于你的整个感觉出来了你看你这个肌肉参与进来了，慢慢的就把你的整个下面的敏感度一步一步降低，逐渐的你的这个敏感度就开始降低了。而且这个是立竿见影的，它并不是说你这个要好长时间练习，你只要能正确的找到这个发力方式，它这个感觉是立竿见影的。好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重点来了光靠这一个才是一个小皮毛，后面才是重点，呼吸呼吸非常重要这个呼吸你会发现就有些时候你非常的疼比如说疼了以后你就会加快自己的呼吸，而且这种呼吸是本能的，或者深呼吸一口气为什么呢？因为通过这个呼吸可以缓解大多数地方的一个张力，让我们迅速的平静下来，或者迅速的降低这种疼痛地方的感受。这种场景我相信很多人都遇见过。我们把呼吸再加入到我们运动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只要配合呼吸它就会形成一种什么呢？这个整个感觉一下子就被降低的，而且呢，只要你还能立得起来那么你这个时间基本上就是完全自由来掌控。我们所谓的呼吸一定要做到什么样叫做进去的时候你就要吐气很多人说我这个那我这速度得多慢是吧？那我们讲这个速度，其实有没有看过打拳打拳击？它不是说你一口气全部吐完，它是分段吐气大家听这个声音你看再看练这就这样练呼吸，然后呢换气的时候抽离出来这样去练呼吸。你把这个呼吸和动作去结合起来，你会发现这个感觉真的是行云流水。特别是你会发现我们越高级的运动越是要注重呼吸。只要呼吸的掌握的好，那你身体上面大多数地方都可以去解锁这个感受只有你自己才能去理解。所以呢，学会这个视频记住反复多看几遍，把里面的要素学会。第一个是动作参与肌肉感知，第二个就是呼吸，第三个自己练习，把它结合在一起呼吸不要乱记住一定是你发力的时候吐气分段式吐气不是一下子这样不行分段。这个方法我告诉过很多人，而且很多人试完以后当场就是给我发信息，就说这个方法实在太厉害了，知道吧？就很多时候就厉害到什么程度就后面你就不需要去刻意配合了。前期嘛是为了降低我们的一个敏感度，后面就不需要刻意配合了，直接就是就是他自己就能掌控了就你们这个呢，就是自己去试，自己就能知道这个动作的一个奥秘之处那话也不多说了看了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记得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自己收藏。如果想转发给身边的这个朋友的，对吧？你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转发给朋友。我是大伟，在我这里毫无保留的会给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有用的干货谢谢大家，没有关注的关注一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深蹲被称之为运动之王，它无论是对于我们的心肺身体素质的改善还是对于我们肾气的提高，甚至对于我们男女同志这里的一个局部代谢以及局部供血都能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但是深蹲它也是有一定弊端的比如说你的体重过大，我们的膝盖能力承载有限，体重过大你肯定是做不了的。第二个年纪过大，以前没有运动基础这个动作做了以后对于我们的腰椎膝盖会有很大的一些伤害，你也是不建议去做的。第三个就是体质比较弱的人，年纪比较大的人，而且身上本身有一些基础性的问题，比如说三高这类人群你去做很可能你的血压状态就不会稳所以呢，深蹲它是一个需要一个功底循序渐进的。但是有没有一些动作可以代替它呢？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不仅可以去强壮我们整个大腿的内侧，更重要的是它对于我们这里就是男女同志，你懂的这个局部的一个代谢局部的一个血供，甚至于我们整个身体这个腰腹的一个力量都能带来很好的一个提升。这个动作我认为是居家首选的一个锻炼动作，也被称之为中年人的凯格尔运动。所以呢，这个动作非常好，我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跟着我跟着视频一起练起来。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我们先从坐姿开始说。双腿的间距要和我们肩膀同宽，把手你看这
啊，潜入到其中啊，潜入到其中，让我们的手臂外侧贴近我们大腿内侧啊。换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做一下动作啊，里面有很多细节，我们放在后面讲啊。这个手腿往内夹啊，腿往内夹，把我们的手臂夹成什么样呢？夹成这样啊，夹成这样，然后保持2到3秒钟，然后手臂发力啊，把腿打开，腿再往内夹啊，再这样。啊，看起来非常轻松，非常简单，对吧？但是你接着往下听，掌握了这些细节以后，你会发现做上5到10个都是一件什么呢？非常厉害的一件事。好了，我们来讲细节。首先，第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的发力。这个动作你光去做，如果不去做发力的话，这个动作就是白做啊。发力怎么讲究呢？你看啊，我的手首先从内往外打开的时候啊。大腿呢要负责一个轻微的对抗，给我的手臂啊这个展肩有一定的阻力。什么叫做轻微的对抗啊？就是说我这个腿啊，你看这个是放松状态，我手只要轻轻一摆，腿就过去了，放松啊。轻微的对抗就是腿部要有一些对抗的发力，我手再怎么摆，你看再怎么推，这个腿部啊它是有一些阻力的。所以我们手臂展开的时候，你看。大腿就要给它一些难度，不让它那么轻易能展开，这样对哪里好呢？对于我们的腰背啊，对于我们的肩膀都有很大的帮助啊。你看，打开以后，我们这个腿啊就要开始往内夹。但是呢，此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手臂依然要充分的抵抗啊，不让腿夹进来啊。你看，充分的抵抗，不让腿夹进来。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啊，这个手臂哪能拧过大腿？你再怎么充分对抗，你看我腿只要一夹，哎，手臂就被夹成这样了啊。当我们夹成这样以后，保持1到2秒钟，然后啊，这个腿部再回到一个轻微的对抗，手臂打开，不要让它轻易打开，再夹，手臂发力，形成一个对抗。好，然后再来啊，腿部微微放松，手臂打开。好，配合呼吸是怎么做呢？看好啊，换个角度配合呼吸啊，来吐气，发力，然后吸气，微微打开，吐气，发力，吸气，微微打开，吐气，发力，吸气，微微打开啊。这个动作啊，就叫做中年人的坐姿凯格尔运动，它能很好的刺激我们的大腿，甚至帮助我们强化我们的肩部，还能够通过这个锻炼啊，刺激到我们的这里的一个局部啊，让它变得代谢更好啊，这个供血能力啊更足。所以呢，这个动作你每天去坚持做一个12个为一组。如果感觉还不错，那你一天坚持做个2到3组就可以了。这个动作的细节我相信给大家讲的是非常清楚的，也是全网讲的应该是比较清楚的。而且这个动作也不要花1分钱，也不用买这个夹腿器。夹腿器它有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范围比较窄。你看我们的手臂能多灵活，我能打开到最大，我再夹进去啊，我的这个线程比大家要长很多，所以这个动作更加的灵活，更加可以自我的控制调节力度，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希望大家把这么优质的一个动作给大家收藏下来，而且我讲的呢应该也是比较细的，听着我的这些细节去做对于你的一个帮助应该能达到一个最大化。好了，今天视频咱们就分享这里了。你感觉如果好的话，点一下视频下方的赞，长按3秒给我一个超级赞。我是大伟，每天分享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人过了40岁以后我们身体的素质抵抗能力身体的状态都是会进入一个快速的衰退期。那么在这个时候，有一件事就非常的重要，就是咱们得去做一个内补。什么叫做内补呢？其实我们讲直白一点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在我们的腹腔当中年轻的时候它的位置都是非常好、非常正的。但是随着我们的年龄的老化身体体态的改变，长期的久坐等等的一些外界的一些因素，就会导致比如原来一个很好的房子，慢慢的开始地基往下陷了我们的盆底肌支撑不住了，我们的整个五脏六腑开始往下垂了。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去重新把它归到一个原来的结构。这个过程呢，咱们统称为内补。那么内补当中有哪些比较好的方法呢？
我这里啊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我们传统养生当中啊叫提肛补气法啊。这个方法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一个盆底肌，同时啊通过一个气的往上升，去让我们的里面啊得到一个很好的内补啊，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五脏六腑啊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啊教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内容啊给它收藏下来，以免以后啊找不到了。好，我们来开始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啊非常简单，咱们以坐姿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呢，记住几个要诀。第一个啊，就是先把腿啊并拢啊，然后呢把身体啊做端正。我们现在啊就开始把这个动作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夹腿，把腿啊紧紧的夹在一起。然后第二个步骤啊，找到我们提肛的感觉啊，臀部往里面去夹啊，提肛啊夹臀。然后呢，第三步收小腹。小腹往里面使劲的收，第四步把气往上运，从嘴巴里面啊吐出来啊，你就要感觉你的腹部啊层层收紧，从嘴巴吐出来。整个过程是非常累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你练到后面的话，你能明显的感觉啊，我们的整个气啊从嘴巴里面吐出来，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累，但做完很舒服的感觉。给大家演示一下啊，然后腿先夹紧，好，夹紧以后来提肛，然后收小腹啊，气往上运。吐气，在气吐完的一刹那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力量给它稍微松一下，松下来。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气在往上走，还没吐完的时候，我们的腿啊，我们的提肛啊，我们的收小腹啊，这个过程啊，一定要始终保持收紧啊，千万不能有一丝放松啊。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你看收腿啊，提好，收小腹，好，气往上走。到顶了以后，感觉一股气往上顶的时候，把气要吐出来的时候，看顶，把气吐完，放松。再来第三个啊，来收腿，提，收小腹，运，好，放松。你要有一种感觉啊，就是你这个气啊是运着往上顶，最后顶到你的胸口，然后把气顶出来，而不是自然的吐出来啊，它要有一种被顶上来的感觉，一定要找到这个感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动作最容易犯错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提肛啊，这一点呢，很多人他找不到这样的感觉。这个感觉其实年轻人啊是更好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有活力，你知道吧？年龄大的人呢，他就身体机能啊开始下降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啊，把我们的这个里面啊往上顶。这个感觉是什么呢？你要记住啊，腿往内夹。然后呢，我们的整个臀部往内夹啊，然后里面啊有一种往内挤、往上提的感觉啊，这个提肛啊，不仅要往内夹，还要往上提的感觉。这个感觉啊，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大家多练练就能找到这样的感觉了。顺序千万不要搞反了，先夹再提，再收小腹往上顶，然后把气吐出来，把这个步骤啊去做好。每天去做上一个10个呼吸，就是吐10次气，做10次。这个时候你要能感觉到我们的腹部啊是有一股暖流往上去走的时候，或者腹部啊感觉火热火酸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的动作做的就到位了啊，咱们这个动作就完成了。今天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持续练习啊，经常去练习，做我们的内部。对于男女同志啊，40岁以后都能带来极大的帮助，而且这个动作对于身体上面，对于滋养我们五脏六腑啊，也能带来很好的一个提升啊！你多去做一做，坚持一段时间，其中的好处啊，你自己就能体会得到。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并且分享和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臀部。那么现在男性和女性啊都在追求翘臀啊，臀部要大啊，翘起来以后啊，穿衣服穿裤子啊都好看。那么其实臀部啊，它还有个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对于健康来说，它也是个重要的指标，特别是对于男性而言啊，这个臀部啊越饱满啊越结实的男性啊，他的这个雄性激素以及他的睾酮分泌啊，一般往往是最旺盛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臀部啊，它和我们的大腿是相连的。一般来说，臀部越发达，证明这个人啊，他越爱运动啊。
我们讲的运动啊，无论是跑步还是走路，你不可能是大腿光发力啊，臀部和大腿啊是共同发力的，所以你很难见到这个臀部很大、腿又很细的人，很难。你也很难见到大腿很粗、臀部啊是扁平的，也很难。所以他们一般要发展起来啊，就是像肝胆经一样啊，肝胆相照，他们的都共同关系、共同发展。要么就腿很细，臀部啊就扁平；要么呢你就腿很粗，臀部啊也比较发达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讲的啊，就是专门为男性讲的啊。这个男性啊都知道啊，这个前列腺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很多人啊，现在大部分的人啊都是长期久坐啊，这个就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这个臀部啊扁平啊，同时呢，这个前列腺长期啊会受到一些压迫，不太好啊。这个都是我们知道的。那所以这方面啊，怎么去改变？怎么能让我们的臀部啊既能变得又结实，又翘起来？同时呢，又能让我们的这个男性同志啊，这个肾气啊以及前列腺得到一个好的改善呢？今天大伟啊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这个动作可以说是特别好，而且特别简单。你只要啊花点心思啊，平常日常多注重一点锻炼，就能练习得到。具体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么首先呢，咱们先做好，做好了以后呢，把我们的手啊放在我们的臀部啊这个位置。放在臀部这个位置了以后呢，你要开始啊去夹你的屁股啊，非常的简单啊，你要感觉得到你这个夹的时候啊，它这个臀部的力量可以把你的整个身体啊往上给托起来啊，就放到屁股后面来夹。你看夹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啊，在夹的时候啊，我整个人啊会有一个上下的起伏，这就是因为我的肌肉发力把我整个人给托起来了啊。来夹好来2啊，会非常的用劲，3好来4。你的手下能明显感觉到肌肉的收缩。那么这样夹有什么好处呢？其实说白了，这个夹的时候啊，一方面是臀大肌，我们的臀部啊受到了刺激；第二方面呢，是我们在夹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盆底肌和前列腺也得到了一个刺激。久坐的人啊，一般来说啊，他的这个血流量啊都不太好。那么在夹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它能更有效的刺激我们的血液的一个回流，刺激我们整个盆腔当中的一个血液循环。所以对我们很多久坐的人，特别是久坐的男性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有几个要点，我给大家讲一下啊，一定要把这个要点掌握了啊，动作效果更好。首先第一个呢，做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弯腰驼背啊，就这样去夹，没有什么效果。腰背挺直啊，哪怕你就靠在椅子上面，你去夹都可以啊。你比如说我靠在椅背上面，我去夹，你能明显的看到我这个胯部啊有个往上顶的过程啊，这都是对的。第二部分呢，其实讲白了，它就是一个抗阻力的训练。既然是抗阻力的训练啊，咱们一般来说的话，就是腿啊尽可能要分开一点啊，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同时呢，你这个身体啊不要去往某一侧去歪啊，不要去靠着椅子上去这样去做，那你这个阻力啊它就不均匀了。所以说我们要保证一个坐直啊，同时这样的一个身姿，这样的话它阻力就均匀啊。最后一个呢，就是在夹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比如说我在夹的过程中，我整个人啊已经被托起来了，甚至我小腹都有酸胀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维持大概在0.5秒到1秒钟以后，就是在我们整个人被托起来的瞬间，然后再慢慢下去，再夹啊，再下。你把这3个细节掌握好了以后，每天你就做一个100来下，或者你感觉你久坐做的屁股酸了、腰酸了，你就做这个动作啊。对于很多的久坐的人群啊，还有包括这个前列腺不好的人群啊，或者是这种在这个经常开车，对吧？他开车这种职业驾驶员啊，都能带来很好的帮助。而这种开车的人呢，你没事的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你夹一夹就行了啊。所以这个动作我感觉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实用，非常的便捷啊。那如果说看这个视频的你身边有一些朋友啊，这个感觉这个经常久坐的啊，你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他，让知识传递下去。好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小品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其实很多男性啊都有一些体会啊，特别是40岁以上的，就是过了这个41道坎以后啊，这个男性的整体的身体状态啊、素质啊、精神面貌啊，甚至男性功能啊，都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这是源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肾气啊受到了一些压制。这个是根据我们的身体衰老来的，也就是说，肾气越足，我们的身体的衰老速度啊它就会越慢。
肾气越不足，我们的身体的衰老速度就会加快。普遍的人是在40岁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肾气衰退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男人40一道坎"，过了这道坎，你这个肾气就会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过不了这道坎，你这个肾气大幅度的衰退，接踵而来的就是小毛小病不断身体上面、心灵上面、生活质量都会受到严重的打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现在男性的压力普遍较大，无论是生活上的压力、工作上的压力、家庭当中的压力，都是巨大的一座山压在男性的头上。而这种巨大的压力就会造成了我们肾气上面严重的流失。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因为年轻的时候比较爱玩生活上面不注意节制跟女朋友在一起、跟老婆在一起也不注意节制，这个时候肾气流失也是非常快的。人一旦出现了肾气流失，就会造成比如说我们的战斗力减退战斗欲望减退包括我们的身体的整体素质、精神状态我们的肌肉骨骼明显就进入了一个退化，甚至心肺功能都会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肾气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不亚于女性每天做面膜。那么怎么去补充我们的肾气呢？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茶方，这个茶方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肾气，而且里面呢有5员大将，这5员大将个顶个都是帮助男性提升肾气的好帮手。来，我们拿小笔记记一下，看看这个茶方怎么去配。首先我们准备人参、玛卡、黄精、桑葚、枸杞这5味药材，其中人参可以大补元气、补脾益肺、安神益智；枸杞和桑葚可以滋肝补肾，提升我们的肾气；黄精可以补气养阴，同时对于我们的五脏运化也能带来很大的好处，能保护住咱们的五脏特别是对于一些容易疲劳的人还能帮助我们抗击疲劳。那么玛卡呢，对于男性而言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个睾酮分泌增加我们的男性荷尔蒙对于一些比如说男性功能方面也有明显的提升效果所以说我们就将这5味做成茶包，每天这个放在开水里面冲泡，然后你就喝一喝，每天喝个1到2杯，慢慢的我们肾气就足了，肾气一足，我们的精力、体格、免疫力，还有我们的男性功能都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升。如果你感觉配比麻烦直接看一下视频下方的同款产品，已经是帮你科学配比好了，直接拿出这个茶包放在茶杯里面泡一泡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省心。男同志一定要每天补充一下肾气，肾气越足，那么男性也会越来越阳刚，身体也会越来越健康。好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大家观看道家老汉回春宫。这是一个专门属于我们男同志的视频训练基地，里面的内容都是纯的干货，让你的局部供血能力越来越好，肾气越来越足，身体变得越来越强壮。咱们今天讲一个我们男同志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臀部。臀部这个点呢，很少有人去念它，也很少有人去关注它。为什么呢？因为臀部我们用的并不多，像很多人日常当中走走路坐一坐跑跑步几乎来说是念不到太多的臀部的。即便你去做深蹲，如果你的方法不对，也念不到臀部。但是臀部对于我们男同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说是我们整个气血供应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重要点。为什么这么说呢？臀部越大的人他的这个气血供应就越足，那么我们局部的供血能力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同时呢，臀部越有力量，那我们的核心力量也会变得更好，腿部呢也会变得更加强壮。可以说臀部是支撑起了我们的腹部和腿部的一个重要的点。所以呢，一个男人他强不强壮，首先就要看他的臀部。臀部越发达，代表着他核心和腿部就越有力，他的这个局部供血能力也会非常的好。好了，今天呢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教给大家一个臀部的一个锻炼方法。这个方法非常的厉害，叫做弹臀式。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首先呢，我们要把腿打开，和我们的肩膀一样宽。然后呢，我们要去夹我们的一个臀部。在夹臀的时候，大家注意看一个细节如果你的臀部足够有力，它是可以支撑起你的整个身子的我们先把腹部收紧，腹部向内收紧，整个人挺直，然后看夹臀，看1、2、3、
4啊，你在夹臀的时候啊，你会看到啊，就是我视频当中啊呈现出来是什么呢？我一夹臀，哎，我整个人就跳起来了。这个呢就叫做弹臀啊，就是把这个臀啊像球一样的压下去，再弹起来啊。它锻炼的是我们臀部的一个爆发力，同时呢，我们把这个动作再配合着提肛啊、收小腹一起来做，带来的这个感觉和效果来说啊是非常大的啊。我们首先刚开始新手练习的时候，慢慢练，先把我们的臀部啊支撑起来啊，收腹啊、提肛、夹臀啊，3点合一。看1、2，不要追求弹，先把这个力量啊给它整合起来啊。3、4，把这个动作啊先给它练标准。5、6、7、8，好。当你能感觉每天大约练习一个40下到50下，找到这种感觉，就是我只要一把这个臀部啊收紧，那立马紧接着就是收腹和提肛。你把这个动作只要掌握配套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尝试弹臀。这个弹臀怎么做呢？大家看啊，看1、2、3，在顶端的时候保持大概在0.2到0.3秒，再放下来。4、5，腹部要收紧。6、7、8、9、10、11、12、13，好，我们做完一个30下到40下以后，你这个时候会感觉臀部发酸，小腹里面火热火辣的，而且呢，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这个整个腹部啊都收得非常的紧，那么你这个动作啊就达到了啊，30下到40下，你就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你说这个动作它强不强？肯定非常的强啊。我们然后休息一会儿，我们再来第2组啊。一般来说，一天做上4组啊。把动作基础摆好啊，手放在小腹下方，然后开始来1收腹，2、3、4、5、6、7、8、9、10啊，从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你看1、2、3、4、5、6、7、8、9、10，你就这样去做啊，它就能锻炼到我们整个臀部核心，还有我们里面盆底肌的力量啊。对于我们男同志来说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好。而且你经常练一练啊，你会发现你腿部也会变得越来越结实。尽管这个动作练不到腿，但是腿依然会结实。原因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臀部和腿部的力量它是成比例的，不可能说你的臀部非常的翘，但是腿非常的细，不现实。你的身边啊，或者说你从来也没有看过这样的人，也不可能说你的腿啊非常的粗壮，臀部非常的扁平，也不现实，对不对？你也没有看过这样的一类人。所以呢，他们成比例的发育，我们利用它的特性，就是说把你的臀部啊练好了，往下走的一个气血足了，然后在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腿部也有一定的支撑力，慢慢腿也会变得越来越结实。所以这个动作啊是一箭三雕，既练了我们的臀，又练了我们的腹，还练了我们的腿啊，对于我们整个啊内部能带来很大的一个变化。只要你坚持去练，就能让你的身体啊越来越好。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道家老汉回春宫，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男同志啊关心自己的睾酮激素啊分泌够不够。那咱们今天啊做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来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睾酮素。其实睾酮素呢也就要被称之为啊雄性激素啊，就是说它这个激素分泌啊是我们男性啊分泌的更多，女性也有，但分泌的比较少。所以呢，它能建立起啊我们男性的一些特征，比如说我们的力气比女同志要大，我们的嗓音比女同志要粗啊，我们的身体的块头啊也明显啊，包括身高也比女同志啊要稍微啊粗犷一些，这些啊都是我们雄性激素啊建立起的一些特征。那么我们再讲一下，一般来说，我们从小朋友的时候开始啊，这个随着年纪的越大啊，我们的发育啊，我们身体里面分泌的激素水平啊也会持续的上升啊，它持续的走一个上坡路。大家看，到达了我们的一个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它会到达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然后在某一个阶段达到一个相对平和的状态。所以大家会注意到，一般来说，当我们身体里面激素进行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或者呢爆发式的跌落的时候，人体啊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我们很多朋友啊，这个小孩儿对吧，15、16岁了以后啊，开始变嗓音的时候啊，他就脸上就开始冒青春痘啊，痘痘啊，一颗接一颗往外冒。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这个身体里面的激素水平啊达到一个状态，而且同时啊，孩子还容易拥有这个叛逆期，它和我们的激素水平分泌啊，它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我们再看很多，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女性有更年期，其实男性也有。当我们达到一个，比如说在一个睾酮素快速下滑的时候，那我们的身体的睾酮素啊分泌不足的时候，那我们会陷入一个焦虑、难受啊，这个思想容易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而且动不动喜欢发火，甚至睡眠上面也会有影响。这也是和我们的睾酮激素分泌不足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很多朋友啊细心就发现了，我们在持续下滑的时候，这个阶段一般来说啊，就是在一个30岁左右，它会进入一个自然啊，我们睾酮激素会下滑，每年呢会下滑1%到2%左右啊。那么在一个平和期呢，就是说我们的睾酮激素啊，它既没有一个增长，也没有一个下滑，那大约它这个年纪啊，就在一个17、18岁到一个30岁左右这个区间，每个人不同啊。所以呢，我们大致就分为啊，你看增长期啊，然后这个平和期，然后还有一个下滑期。所以呢，我们今天重要的讲的是一个下滑的阶段啊。这个图呢，就是充分的给大家了解了，当我们进入到30岁以后，我们就要开始注重啊我们自身的一个激素分泌了。那很多朋友会去问啊，就是说我怎么去察觉我自己的睾酮素足不足呢？其实我们先讲一下，当你感觉啊你的雄性激素啊你的睾酮素下降了以后，你就会明显的感觉自己啊精力不够用了。明显的这个力气啊下降了，身体的肌肉程度啊变得非常的薄。年轻的时候啊身体很饱满，但是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啊，不但这个腰背驼了，肌肉还变小了，而且啊脂肪是比原来啊一层又一层的堆多啊。所以这个有这些迹象啊，特别是情绪上出现了一些啊不好的啊，这个很容易发火的，都可能和睾酮素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睾酮素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呢？这里啊就推荐给大家啊，经常的去做运动。运动是非常有效的，可以去干预我们啊睾酮素啊衰落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对抗的方法。为什么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可能大家很多人啊在经常在公园里面走路啊，就会看到一些大爷，他们的年纪呢可能50岁，可能60岁，但是啊盖不住身上还是有结实饱满的肌肉。如果不看脸的话，单纯看肌肉，把脸给挡住，对吧？你会发现他的身体的肌肉水平啊，大概可能只有一个25岁到30岁左右，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呢？身体能那么饱满呢？就是因为他们常年的运动，把睾酮素一直拉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再看，如果说你25岁左右就开始天天久坐啊，天天反正也熬夜或者也干嘛的，那你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的下滑速度会非常的快啊。所以呢，这里呢就推荐大家每天不管怎么样都要去做一些运动，特别是对于中老年人，咱们建议的运动呢，就是去多做一做腿部的运动，比方说您爬山啊。爬山它是一个腿部的运动啊，不仅仅啊能让我们的心肺能力变好，同时呢，在腿部大量的这持续性的运动下，它对于我们睾酮激素的分泌也有帮助。第二个呢就是深蹲，深蹲呢咱们视频里面之前讲过，它也是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睾酮素。第三个啊就是这个腿部进行一个上下的跳跃啊，比如蹲下来往上跳，蹲下来往上跳，当然这需要一定的运动基础。如果没有运动基础，我建议的就是一个爬山，一个跑步，或者没事你就爬楼啊，这里呢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睾酮激素的。其实运动的种类非常多，但是关键您得找到一个适合你年龄这样的一个运动。50岁以上的人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主要是集中在腿部啊。那么如果说您是在一个35岁到40岁啊，或者45岁左右这个年纪呢，那你就可以适当的去从事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剧烈性的运动，这种问题呢都不大。好了，那么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年龄去选择一些运动，每天保证住20分钟。这样的话呢，不仅对于我们的心肺对于我们的体质能带来帮助，对于我们的睾酮素分泌也能带来很好的帮助。除了运动以外呢，其实我们的睡眠也非常重要。睡眠是帮助我们恢复我们的精力修复我们的身体。
睡眠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吃。吃的话，现在家家都不差，我们不放作重点啊，就是说吃、练、睡这3个，只要掌握好了以后啊，经常的去运动，经常活动，那么你的睾酮素水平啊，自然会慢慢的回到一个正轨上面啊。而且对于年轻的人，如果说有一些啊，因为没有运动，他睾酮素下来了，但是通过一些运动以后，他又能快速的回去啊，这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神奇之处。好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大家观看道家老汉回春宫。这是一个专属于我们男同志的修炼秘籍，坚持去锻炼啊，不仅可以提升我们的肾气，强壮我们的身体啊，更可以改善我们局部供血的一个能力。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叫做巨象功，也是道家帮助我们男同志修行提升肾气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它主要就是提升我们的肾气，还可以改善我们局部的供血，并且呢，你坚持练这个动作，会发现我们的腿部、我们的腰部以及我们的肩部会变得更加的好，肌肉变得更加的结实。走在路上，别人都会感觉你这个人肾气很足，精神力变得更好。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看了好了以后就点个赞。这个巨象功呢，动作不难，但是它的细节很多，大家一定要注意看。首先我们双腿分开。然后呢，微微的把腿弯曲，大家注意看腿微微的弯曲，同时把腿往内去夹，臀部也收紧这个动作是连贯的，注意看我的臀部臀部收紧，臀部收紧以后你有一个什么呢？向前顶胯的动作从正面去看刚开始腿弯曲，臀部只要一收紧，你看臀部只要一收紧。胯一顶，你腿再往内夹就夹不动了所以呢，我们要保持什么呢？臀部收紧，夹腿然后你要摸自己的大腿前侧，摸起来像铁板一样的坚硬这个时候你的初始动作就达到了一定要看一下，检查一下大腿前侧臀部要持续的保持收紧。从侧面看姿势就是这样姿势这样，胯往前顶如果说我松下来是什么样呢？松下来是这样软下来了一定要顶住。顶住了以后，身体微微往后仰，手打开五指朝上手打开。然后呢，我们要把小腹往内收，往上收，看，往内收，往上收，然后往下蹲，再来收停蹲收停注意看，我从侧面看蹲收停注意看臀部放松，臀顶臀然后往前，好，再来看1。往上提的时候，小腹内收顶上去，2、3它动作幅度是非常的小，但是它这个动作做起来以后它对于我们的局部的压力很大，它能深层的刺激到我们局部的功能，帮助我们局部有更好的一个充血的一个能力。好，我们就这样来，你看，慢慢的往下做，然后起身1身体往前顶2，腿站直，3。我们说力的方向不仅仅是做的时候这个双腿向内收的力不能松一定要持续的保持向内。你看，向内，臀部夹紧，往前。在这样的力的情况下，我们往上顶收腹，2、3然后手摆好这个手掌向上五指打开向上，后背夹紧，就这样去做。一般来说，我们做上一个大约要耗时10到15秒钟。每天你去做上一个10个到20个左右。做完以后，一定要感觉我们的腿部，包括我们的臀部有一种发热的感觉，额头微微出汗身体上面有一种舒畅感。这个时候，这个动作你就做到位了。如果你做完以后你没有这样的感觉，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反复来回的看，找到其中的细节然后自己进行改正，一定要找到相应的感觉，才能证明你这个动作做的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道家老汉回春宫，我是大伟，谢谢大家。